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些事明明早就过去了，却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跳回你脑子里，让你措手不及。可能是在工作上，一句不经意的话，明明过了好几周，却在开会前一秒突然闪回。心脏是在感情里一次争执，虽然早就和好了，但一个熟悉的场景画面又自动重播，又或许是家里孩子的一句话，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的不耐烦。这些感觉就像是回力镖，它不会立刻爆炸，而是隔一段时间才飞回来，一下子打乱你的节奏，带来一股无名的焦虑。这节我自己就被几年前的回力镖狠狠打了一下，我才明白，最可怕的错误不是发生的那一刻，而是事后才回来收账的那个瞬间。那种痛感比当下更深，因为它夹带着后悔和自责，一次次提醒你事情还没处理好。所以今天我想陪你一起拆解这份焦虑的来源。很多人都以为焦虑是因为对未来不确定造成的，但其实大脑最折磨人的地方，恰恰是那些过去没有真正放下的东西。我们会一起看清楚这些回力镖是怎么运作的，为什么它总是反复打回来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出口，不再让它无止境的消耗我们？如果你能把这些听完，我保证你会对自己多一份理解。你会知道，焦虑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，而是因为没有人教过你该怎么处理。听完之后，你就能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面对过去的那些错，少一点苛责，多一份释怀。后悔为什么会像回力镖一样反复出现呢？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固定的结构，当一件事没有被真正处理完，大脑就会把它标记成未完成任务。这个标记不会随着时间消失，反而会在你最没防备的时候被触发。你可能正在工作、吃饭、休息，甚至快要睡着了，脑子里却突然跳出一段旧画面，带着完整的情绪，把你整个人拉回当时的那个情境。这就是我们说的重播。这个重播可不是随机的，它有一套固定的机制，通常包含3个元素。第一，一个触发点，可能是一个声音、一个场景或者是一句话。第二，记忆回放，你的脑子会自动调出当时的片段，就像一张坏掉的录影带。第三，情绪叠加，它不只是让你想起来，还会连同当时所有的焦虑、羞愧、懊悔，一次性的重现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却还是会被拖进情绪里。因为对大脑来说，那件事从来就没有真正结束过。更麻烦的是，这种重播不会随着时间变淡，反而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因为每一次重播，你都会在里面加上一层新的自责。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在想这件事？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结果原本只是一个错误的回忆，最终变成了对自我价值的否定。焦虑也因此被不断放大。这就是后悔的结构，它不是单纯的记忆，而是一个循环。如果没被处理掉，它就会不停的重播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常常被这样的回圈卡住，别以为是自己特别脆弱，而是因为我们大脑的运作就是这样设计的。知道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只有理解了它的结构，我们才有机会找到出口。那么，焦虑的本质又到底是什么呢？焦虑和后悔不同，它不是回放过去，而是预演未来。当大脑遇到不确定的情境时，它会自动模拟各种可能性。而人性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总是优先演出最坏的剧本，就像电脑跑模拟城市一样，永远会先跑那个最容易崩溃的版本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业务员接到新客户的简讯，对方只简单回了句再想想，大脑立刻就开始演戏了。是不是报价太高？是不是我表现不好？会不会传出去说我不专业？短短10秒钟，脑子里已经排练出了被拒绝、业绩挂零、主管责备的画面。明明什么都还没发生，心跳却已经加速，手心开始冒汗。这就是焦虑，它不是现实打击，而是大脑的自动模拟。感情里也一样，伴侣说了一句我们需要谈谈，你的大脑马上套用最坏的剧本，是不是要分手？是不是有第三者？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？你开始回想最近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表情，好像在当侦探。可其实什么事都还没发生，只是大脑自动把最糟的剧本先演给你看了。焦虑的本质就是你在自己吓自己。家庭生活更是常见，孩子放学回家把成绩单递过来，你看到分数没有达到预期，脑子瞬间跑了10几个最坏的剧本。是不是以后考不上好学校？是不是未来没前途？是不是我教的不好？一句话还没出口，焦虑已经先把整个人生画面排演了一遍。这种焦虑不是孩子给的，而是你脑子自动制造的。焦虑的结构很清楚，第一步，遇到不确定；第二步，大脑自动模拟；第三步，挑最糟的版本；第四步，身体开始出现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事情还没发生，却已经累到不行，因为光是脑中的演习就足以消耗你一整天的能量。这含糊的是，焦虑和后悔常常会交织在一起，后悔是重播过去，焦虑是预演未来，两者在脑子里接力，让你没有片刻的安宁。你以为自己在过今天，实际上却是在过昨生的后悔，加上明天的恐惧，这才是焦虑真正让人崩溃的地方。后悔与焦虑之间最可怕的不是单独存在，而是它们会互相滋养，形成一个可怕的死循环。这个循环的结构很清楚，第一步，因为过去的错误产生后悔；第二步，脑子开始焦虑未来会不会再犯；第三步，因为焦虑导致判断失真再次犯错；第四步，新错误又变成新的后悔。
于是整个人就像被锁在回圈里，一圈比一圈环得更紧。业务行业里的例子最常见，某次因为急着成交，答应了客户不该答应的条件，事后后悔不已。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境，脑子就开始焦虑了，会不会又搞砸？如果不答应，单子跑了怎么办？于是心态更急，更怕失败，结果又做出错误的承诺。这样一来，每一次成交都变成了恐惧的操作。长久下来，业务员不是在拓展市场，而是在跟自己的恐惧拔河。感情里也一样。上一次争执说错了一句话，心里充满后悔；下一次吵架时，脑子开始焦虑，会不会又说错？是不是应该闭嘴？结果反而变得过度压抑或防卫，没办法自然表达。对方感受到的不是你在谨慎，而是你在疏远，于是新的隔阂产生了，新的后悔又冒了出来。亲子家庭更是如此，父母有时候一时情绪失控，对孩子大吼，事后懊悔，告诉自己下次不能再这样，可是真的遇到状况时，焦虑又上来了。要是管不好怎么办？要是孩子失控怎么办？结果一紧张又重演了同样的爆炸，孩子被吓到，父母再后悔，这个恶性循环就持续下去了。这个循环有一个残酷的特性，每一次重复，压力都比上一次更大，因为你会在错误之上再加一层自责，我怎么又搞砸了？我是不是没救了？这种二次打击比原本的错误更致命，它让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，甚至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所以后悔不是单纯的懊恼，焦虑也不是单纯的担心，当它们交叠时，会变成一台自动制造错误的机器，你越想改，却越容易掉进陷阱。很多人觉得自己努力不够，其实问题不在努力，而是在这个结构没有被看见。只要还停留在这个循环里，再多的努力也只是无效的内耗。接下来就带你找到出口的可能，从循环走向破口。听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后悔和焦虑就像一对搭档，一个负责把过去的错误不断重播，另一个负责把未来的恐惧无限放大，两者加在一起，这形成了最难熬的错误循环。很多人因此觉得自己被困住了，明明知道该改，却越改越糟，最后只剩下一种声音：我是不是真的没救了？这种自我否定比错误本身还要致命，因为当你开始怀疑自己根本没资格做好，下一次行动一定会更加缩手缩脚，甚至干脆放弃。但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没有人天生懂得处理后悔与焦虑，学校没教，家庭没教，社会更只会叫你放下就好。结果你以为自己不够坚强，事实上只是缺少一套能用的出口。假象一个人跌进水里却没有学过游泳，挣扎越多，呛水越多，这不代表他真的不会生存，只是少了一个浮板。后悔和焦虑就是这样的水，而我们需要的不是硬撑，而是结构性的出口。我要传递给你的，不是不要想太多这种废话，而是要把这套回力镖机制拆给你看，让你知道焦虑其实有它的结构，就能找到破口。当你懂得怎么处理一个回力镖，下次它再飞回来的时候，你不再是被打中的那个人，而是能接住然后放下的人。这种差别就是能不能走出循环的关键。那么出口的第一步就是觉察回力镖。要想打破后悔和焦虑的循环，第一步不是去补救，也不是去装没事，而是觉察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可实际上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真正练过这个能力，因为我们的习惯不是压抑就是找借口，压抑的结果是情绪变成地雷，随时会爆炸；找借口的结果是错误变成推责，永远学不到教训。觉察的意思是，当回力镖飞回来的时候，你先承认它回来了，而不是立刻被它拖着走。业务的场景最能说明这一点。假设你正在谈判，脑子突然闪回上次因为承诺过头而翻车的经验，一般人的反应是立刻紧张，急着补话，结果越补越错。觉察的方法就是，当这个画面冒出来的时候，你先在心里标注，这是回力镖，不是当下。光是这一个小动作，就能把你从情境里抽离3秒，让大脑有空间判断眼前是不是还有别的选项。感情里也是，当你又想起当年说错的那句狠话，情绪上来的时候，不要急着解释，也不要急着讨好，而是先默默提醒自己，这是重播，不是现在。当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因为焦虑而过度补偿，不会为了弥补而讲出更多不该说的话。家庭里同样适用，孩子考不好，成绩单一拿出来，你脑子立刻重播上次自己情绪爆炸的画面，心里开始焦虑，倒是再管不好怎么办？这时候觉察就是在情绪冲上来的第1秒，先对自己说，等一下，这是回力镖，不是必然。光是拉开这个距离，就能避免陷入同样的爆炸。觉察的本质就是把自动运作的反应变成一个被看见的选择。大脑的结构很狡猾，它会让你以为情绪就是事实，但当你能觉察，这等于把事实和情绪分开了。这个空隙就是出口的第1步。没有觉察，你永远只是被打的那个人；有了觉察，你才有可能接住回力镖。出口的第2步是拉开距离。光是觉察到回力镖飞回来还不够，因为大脑的运作速度太快，光知道它回来了，还是可能被卷进去。所以第2步就是要拉开距离。这个距离不一定是物理上的远离，而是一种心理上的空间感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把你和情绪分开，不要被它瞬间绑死。业务的场景很典型。假设你正在和客户谈细节，脑子突然浮现上次搞砸的场景，觉察到之后，下一步就是暂停，
不急着回答，先深呼吸3秒，这3秒就是距离，让理智有机会赶上。很多业务之所以越谈越焦虑，就是因为急着证明自己没问题，反而献祭了更多的承诺。能拉开距离的人，反而能保持镇定，让对方觉得你更专业。感情里更容易看到效果。两个人争执的时候，一句话可能就会引爆旧伤。如果没有距离，你就会立刻回嘴，结果越吵越糟。拉开距离的方法很简单，可以是先转身去喝口水，也可以是暂时闭嘴，数着呼吸10下。你可能觉得这样很傻，可是这个短短的距离，往往就能避免一场新的伤害。在家庭里，距离更是保命符。孩子打东西打翻了，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吼叫，因为脑子马上重播过去混乱的画面。但如果你先退开5步，甚至只是在心里默念等一下，你就有空间去选择反应，而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。孩子得到的也就不是你失控的样子，而是你给他一个范例，情绪是可以被控制的，而不是自动爆炸。拉开距离的本质是在事件与反应之间创造一个空隙，这个空隙就是缓冲，让你有机会选择，而不是被动的重复。没有距离，你就只能重演同样的错误。有了距离，你就能打断循环，避免回力镖一次次砸中同一个地方。出口的第3步是设计行为链，觉察让你知道回力镖飞回来了，拉开距离让你有了缓冲，但如果没有下一步，大脑还是会找机会把你拉回旧路。所以第3步就是要替自己设计一条行为链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准备一套固定的动作，让大脑知道该往哪里走，而不是掉进原本的回圈。在业务的场景里，最常见的行为链就是遇到不确定时先问一个澄清问题，例如客户犹豫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反应不要急着承诺，而是问一句，可以让我确认一下你的顾虑吗？这个行为链一旦建立，回力镖飞回来的那一刻，你就不会自动焦虑，而是自动往解决问题走。这不只是技巧，更是重新设计大脑的路线。感情里的行为链可以更温和。当2个人争执情绪快要爆炸时，你给自己设计一个动作，例如先沉默10秒，然后说一句我需要冷静一下。这个动作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为了打断旧的剧本。久而久之，对方也会学会这个节奏，2个人能从互相伤害慢慢转成互相缓冲，这就是行为链的力量。家庭里尤其需要。很多父母最大的困境就是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吼孩子，一边还是忍不住爆炸，因为没有新的行为链。回力刀飞回来时，只有旧路可走。你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替代动作，比如当想吼的时候，先转身去倒一杯水，或是先蹲下来，跟孩子保持同样的高度再开口。这些小动作能在当下提供一个出口，让情绪有新的走向。行为链的本质是把抽象的我要冷静变成具体的我该做什么。大脑最怕空白，因为一旦空白，它就会自动填入最坏的剧本。当你准备好行为链，就等于帮大脑写了一份新剧本，让它有东西可以跑。这样一来，后悔和焦虑就不会一直掌控你，你开始有了实际的选择权。如果你听到这里心里有一点被触动，那很正常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力镖，只是有的人会假装没事，有的人愿意正视，而正视就是出口的第一步。说到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明知道后悔和焦虑会形成回力镖，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不处理，反而习惯性的自责呢？这背后不是单纯的懒惰，而是心理惯性在作祟。第一个惯性叫做自责比改变容易，处理错误需要行动，需要承认，需要修正，甚至要面对别人的眼光。但自责只需要在心里默默说一句我真没用，就能暂时获得一种我有反省的假象。这种假象会麻痹人，让人觉得自己好像有在处理，其实什么都没改。第二个惯性叫做逃避带来短暂轻松。当回力镖飞回来时，如果你选择正视，就不是重新回到那个场景，把它讲清楚解决掉。这过程很痛苦，所以很多人宁可假装没事，让时间先把它压下去。但就像债务一样，短暂的逃避带来的是更长期的压力。第三个惯性叫做害怕揭开旧伤口，特别是在感情和家庭里，很多人觉得讲开只会更糟，所以选择沉默。可是沉默并不等于治愈，反而会让旧伤口发炎，最后在最不该爆的时候彻底爆掉。人性很矛盾，明明知道拖延会更痛，却还是本能的往拖延靠，因为短期的轻松比长期的解脱更容易选择。业务里的场景很常见，明明合同有漏洞，明明可以再确认，但业务员宁可在心里自责，上次我太粗心了，却不敢再去找客户确认。因为一想到要面对，脑子就自动模拟，万一被拒绝怎么办？万一被骂更难堪怎么办？于是选择逃避，结果漏洞即使存在，回力镖还是会飞回来。感情里更显著，有的人因为一次争执，心里一直后悔，但却不愿意再跟对方谈清楚，因为谈清楚意味着要承认我真的伤害过你，这对自尊是一种打击，于是宁可把后悔留在心里，每天自责，却不愿意打开嘴巴处理。这种自责表面上看起来很诚恳，其实是逃避的伪装。家庭里也同样。父母吼孩子后心里很后悔，但下一次再遇到状况还是爆炸，因为从没真的跟孩子道歉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父母心里觉得我是长辈，我不能低头，结果宁可自责我真是不会当父母，也不愿意真正行动去修复。
这种心理惯性让错误一再重演。所以，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该处理，而是被心理惯性推着走，选择了最省事却最没效的方法自责。看清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当你发现自己不是懒惰，而是被惯性绑住，你才有机会真的跳出来。这类的重要不是你没用，而是结构在困住你。走到这里，我想很清楚地告诉你，那些反复的后悔，那些压得你喘不过气的焦虑，不代表你没用，也不代表你的人生注定失败，它们只是大脑的结构和心理的惯性在作祟。杏仁核会自动触发情绪，未完成效应会自动提醒，心理惯性会推着你逃避。当这三股力量一起运作，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，但这并不是命运，而是系统问题。很多人活得很痛苦，就是因为误解了这一点，他们把回力镖当成自己的人格缺陷，把焦虑当成证明自己不坚强，于是陷入更深的自责。可事实上，问题根本不是出在你不行，而是出在你没看懂这个结构。一旦你能看懂，就能开始拆解。觉察、拉开距离、设计行为链这三步，就是对抗结构的工具。它们不是万灵丹，但足以让你不再被困死。业务的错误可以用觉察和澄清去化解，感情的裂痕可以用距离和冷静去缓冲，家庭的爆炸可以有新的行为链去替代。这些方法不是理论，而是能真实拯救你，一次两次，慢慢累积成改变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知道这条路是可以走得通的。所以如果你能听到这里，我要跟你说，你已经比大多数人勇敢。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回力镖飞过来的时候，只会选择逃避或假装没事。但你愿意把它听完，代表你有想要面对的决心。这才是真正的力量，不是装坚强，而是承认痛，然后找方法。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带你重新看待回力镖。很多人一听到后悔、焦虑，就把它当成一种诅咒，觉得是人生里最糟的东西。但其实回力镖本身不是敌人，它更像是一个提醒，它在告诉你有些事情还没处理，有些关系还有缝隙，有些习惯还在消耗你。只是我们过去没有人教该怎么把这个提醒转化成出口，所以才会觉得它在折磨我们。举个业务的例子，你谈单子的时候，脑子突然闪回过去，答应过头导致合作翻车的经验，那不是让你害怕，而是提醒你这次要问清楚，别再重演。感情里也是，当你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伤人话，心里虽然刺痛，但它同时在提醒你，未来再吵架要用更健康的方式表达。家庭里更明显，当孩子的一句话让你想起过去的忽视，虽然内疚，可这其实就是提醒你，现在还有机会去弥补，还有空间去陪伴。换句话说，回力镖不是来报复你的，而是来提醒你别再忽略它的存在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，你其实在乎，因为如果你不在乎，你根本不会重播，会被打到，正好说明你在意这段合作、这段关系、这段亲情。所以不要把它当成纯粹的敌人，而要把它视为一个信号。这个信号可能让你不舒服，但它就是方向灯。当你能这样看，焦虑就不再是无底洞，而是成长的契机。因为每一次回力镖飞回来，你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回应。值得觉察，这比昨天更清醒；选择拉开距离，就比昨天更稳定；选择行为链，就比昨天更有掌控。这样的累积，就是逐步从被打中的人，变成能接住的人。所以不要再问为什么老是我被打，换个角度，这是生活在提醒你，是时候做些不同的选择了。如果说回力镖是一个提醒，那么最好的回应方式，就是把我们前面拆解的3个步骤真正带进日常。因为焦虑和后悔之所以会无限循环，是因为他们缺少出口。当你只是被动承受，他们就像无底洞一样，不断消耗你。但当你有了一套固定的处理流程，他们就会变成信号，而不是诅咒。第一步是觉察，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却是最关键的。因为一旦你能在回力镖飞回来的瞬间说它来了，你就已经成功和它保持了一点距离。这比假装没事要强大得多，因为假装没事只是把它压下去，等着它下次更猛的反弹。觉察就像是打开灯，把黑暗里的影子照出来，你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。第二步是拉开距离，很多人出错的关键就是太快反应，让情绪主导了行动。当你能停下来3秒，深呼吸一次，甚至先转身走开，你就已经打破了自动化的剧本。这3秒可能就是避免一场争执，避免一个承诺过头，避免一次吼叫的关键。距离不是逃避，而是给自己一个冷静的空间。第3步是设计行为链，这是把我该怎么办变成具体动作的过程。业务可以练习先问澄清问题，感情可以练习先沉默10秒再说一句需要冷静，家庭可以练习当想吼时先蹲下来和孩子保持同高度。这些看似小小的动作，其实就是新的剧本。当你一次又一次启动行为链，大脑就会被重新训练，不再自动播放最坏的版本。这3个步骤不是为了让你完美，而是让你不再掉进无底洞。因为人生里的错误和后悔不可能消失，但它们完全可以被驾驭。每一次觉察，每一次距离，每一次行为链，都是一块踏板，帮你踩在错误上慢慢走上来，而不是一直往下掉。所以错误不是无底洞，后悔也不是诅咒。只要你愿意把这3个步骤带进生活，回力镖就不再是打中你的武器，而是提醒你成长的信号。走到最后，我想把今天分享的核心再清楚地帮你总结一下。
后悔不是单纯的遗憾，焦虑也不是单纯的担心，它们真正的本质是大脑在重播未完成的片段，加上自动模拟最坏的剧本，让你同时背负着过去和未来的重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累，觉得人生像一场无止境的内耗。但透过今天的拆解，你应该可以看见一个不同的角度。回力镖不是敌人，而是提醒我们，有些东西还没处理，有些关系还没修复，有些习惯还在拖垮我们。当你懂得用3个步骤去应对觉察，拉开距离，设计行为链，错误就不再是无底洞，而是可以踩上去的踏板。这才是焦虑和后悔的真正出口。你可能还会问，我能不能一次就完全改掉？答案是不用。人生不是考试，不需要一次就考满分。重点不是永远不再被打到，而是每一次被打到的时候，能比上一次处理得更好一点。只要你肯开始练习，哪怕只是在一次冲动里多停3秒，就已经是巨大的差别。因为那3秒可能避免一场争执，一个错误承诺，一句伤人的话。这就是力量，来自一次次小小的行动。我自己也一样，不是因为懂了就不会再焦虑，而是因为懂了，我能在焦虑来的时候多一个选择。这就是我要传递给你的。没有人天生完美，但每个人都可以在错误和后悔里慢慢找到出口。